大家好，我是魏友宝哥。我们今天的分享呢，是要来跟大家讲这个深入浅出 Pull Request 简称 PR 的一些重要的观念跟应用的技巧那 Pull Request 这样的一个机制呢，在我们公司基本上是每天都在用所以我今天大概会介绍两个平台一个是 Azure DevOps，它上面有repos 然后呢可以发 PR。另外一个是大家可能比较常看到的 GitHub 那 GitHub 也可以做 PR 那今天我会做一个简单的示范给大家感受一下整个 PR 的这个流程那如果说你们今天有任何的疑问想问的话，你们可以打开 Zoom 的聊天功能然后可以把你的问题打在上面。那请大家不要在上面就这样聊起来因为这样我会看不到大家的问题然后如果你要这个按赞给爱心什么的，就不要在聊天室给了解吗？就是聊天室是给大家提问跟交流的地方。那如果说有人提了一个问题，然后你看到也想回那你不要直接留言直接用回复的方式你可以看到那个聊天的功能每一个讯息都会有一个这个回复的按钮就是用回复的方式来回这样会比较恰当一点就是我们的讨论会比较 organize 一点好，那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上课的方式好，那我们就马上来开始这个今天的 pull request 的内容那一开始呢，我想要先跟大家就是沟通一下这个 pull request 到底为什么存在来，我先打开一个网页好，我先打开一下这个网页这个是 Azure DevOps那我在 Azure DevOps 的组织里面建了一个 project叫做 PR Demo。那这个 PR Demo 里面呢有一个Azure Repos 就是放 Git repo 的地方。那这个 Azure Repos 里面有很多功能例如说你可以就像 GitHub 一样嘛你可以把你的source code透过 Git 的方式 push 上来所以你会得到所有的档案然后你可以切换分支，对吧？那除此之外，你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次的 commit 的这个状况就是这样。现在目前有2个 commit，然后你可以看到每一次 push 的记录到底谁用什么账号 push 进来的，那 push 进来有几个 commit 这边都一清二楚那再来呢，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 Git 的repo 里面有多少个分支你可以点目前只有一个分支叫做 master 那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都不会让我们的团队成员去使用同一个分支做开发因为这样很容易出现冲突的情况，所以我们就以一个团队开发的流程来说正常的做法都是一个人依据目前的最新版，例如说 master 或者是 developer 等等去建立一个分支出来那在这个分支里面去写code去开发改东西。那写完之后呢，把你的分支 push 上来，让其他人这个整个团队的其他人可以看到你的分支内容。那从这个分支呢，我们就要准备合并回例如说 developer 或者是 master 等等。那这个合并回去的过程，我们基本上在线上完成，而这个合并的过程就叫做 pull request。我们基本上不会在本机去做一个合并动作，基本上都在线上做了不会有人在本地做的。所以呢，我们透过这个branch 的功能搭配所谓的 pull request 功能，我们就可以做到每一个人自己定义的分支，在上传程式码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个流程。这个流程可以干嘛呢？我现在就来做一个简单的示范给大家看就是让大家会比较有感觉一点的好，那我们就直接在这边去建立一个分支那我跟你讲我今天的 demo 就是不会牵涉太多开发的部分主要还是偏 Git 跟 pull request 的部分。好，那我就先来示范我就直接利用什么呢？利用 Azure DevOps 上面的编辑器直接做 commit 所以我就不直接把整个source code clone 下来了我就直接在线上编意思是一样的了我在线上编辑跟 commit 的过程，等同于我在 local 编然后呢 commit push 的过程，这差不多是一样意思好，那我们就先来做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来建一个新的 branch 理论上我们不会去动主要的分支啦而且这个分支其实是可以锁起来的从流程上来看呢，锁起来才是比较合理的我现在就把它锁起来，好不好？这个 master我们就把它锁起来这边我可以定义一个 branch policy
啊分支的政策哈。那这个政策呢，我们只要设定一下哈，任何一个设定启用，它就再也不能做 commit push 了啊，就是它就被锁起来了，就你被迫一定要走 PR 啊 pull request 的方式才能够合并。好，那我们就来设定一下好了啊。好，那这边是可以设定 reviewer 哈，几个人啊，这个我们是可以设定政策的哈。那这个政策设得好的话呢，其实对于软体品质有非常非常大的改进哈。因为你可以把大家上传的 source code 哈，就是给它卡住啊，卡关卡住哈。那卡住之后，你可以人工去 review 啊，透过程式去 review 啊，都可以。好，那假设我们每一次上传需要一个 reviewer，然后呢request 这个 PR 的人呢，可以 approve 他自己的改变啊，就是我发 PR 我自己可以 approve，可不可以哈？如果要的话，哎，那我们就打勾。啊，那这样子就设定好了哈。那我们 policy 还有很多了哈，今天可能就不会特别的细讲了哈。那像那边的 merge type 呢，基本上 PR 本质上就是一种合并的过程哈。它只是说我们把把分支合并回 master 的这个过程呢，可以透过一个机制啊、政策啊去做控管哈。那合并呢就有4种 type 啊，在 Azure DevOps 上面就有4种 type 啊。那其他平台也许会有更多啊，例如说 GitLab 有 merge request 嘛，所以本质上它的意义就是 pull request 啊，只是他们又另外发明了一个名词这样子啊，啊做法都差不多哈，反正本质上都是合并的啊。好，那我们就先不限定这个 merge type 啊，我们就设定一个这个 policy 就好。那这个 policy 哈，我跟你讲，只要设定好之后，在 master 分支做任何程式码的修订，都再也不能 commit 了啊。我示范一次给你看哈。好，我在这边编辑程式码 commit 这个过程啊，等同于我们在地端啊，我把整个 git clone 下来，对不对哈？然后呢，这个改一个档，然后 git add、git commit，然后 git push 啊。那因为我是在线上直接做这件事嘛，所以 commit 的过程本身就包含了 push 啊。这个各位可以理解我在讲什么的，帮我打个勾一下哈啊，代表你听懂了，好不好？好，那我们就直接做一个 commit 哈，来给各位看一下 commit 的结果。哎，你看出错了，对不对哈？你如果在本机在 master 做 commit，然后 push 的时候，你也会得到一样的错误讯息哈。他说 push to this branch are not permitted 啊，就是你要推这个 branch 呢是不允许的哦。啊，you must use pull request to update the branch 啊，各位看得懂吗？啊，就是你必须要用 pull request 这个机制这个流程才能更新这个 branch 的内容。啊，那我们因为设定了 branch policy 嘛，对不对？好，分支政策，所以基本上没有人可以在这个分支上做事情了。啊，这是好事，非常好的事啊，因为我们可以确保我们的 master 这个分支上面的每一个版本都是有品质的。OK，好，所以我们基本上就不能这么做了，对吧？好，那我们就换个做法哈，我们把它 revert 掉啊，就不更新了。好，我们换个做法喽。现在呢，我们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分支啊，就不能叫 master 这个分支了。那我可能就取个有目的的分支名称啊，例如说好 feature 啊 feed 开头啊，按名称的话我就打斜线加上一个目的，哎，其实打中文也可以的啊，例如说更新点 git ignore 啊，这样也可以哈，这是分支名称，打中文也是 OK 的哈，然后 based on master 嘛，那这个 based on master 的意思就是说我建立这个分支是基于它，那我以后合并回来也是要合并回 master。啊，它会留下一个记录啊，这样了解啊。那我们按一下 create，好，create 完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我分支已经做了一个切换，好，所以我等于已经切到另外一个分支了啊。那我现在就编辑一个文件啊，点 git ignore 编辑它啊，那我们就把前3行的注解就移掉就好了啊。那我们就 commit，好，写个 log 起来，好，然后呢 commit 到这个 branch 去，对吧？commit。好，commit 完了之后呢，我们现在呢已经得到了一个全新的 commit 啊，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根目录，然后点一下 history，你可以看到呢，我们从2个 commit 变成3个 commit 了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切回 master，你会发现它只有2个 commit，对吧？啊，那我们刚刚在新的分支做了一个新的 commit，所以总共有3个 commit。那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哈，假设你这个分支已经都开发完了。
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准备把我们的变更，也就是这一个 commit 的所有的内容，所有变更内容合并回我原本开分支出来的那个这个基底的那个分支，就是原本的那个分支，就是 master，对不对？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时候呢，这个 UI 界面出现了一个一列哈，它写就是可以直接 create 一个 pull request，所以我按下去之后呢，我就可以去建立一个新的所谓的 pull request。那如果说你硬要把它翻成中文哈，它叫做提取要求了要求谁呢？其实就是要求 master 把我的分支合并回去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提取要求就是请他要求嘛，request 是要求嘛，请 master 来 pull 我回去各位了解意思吗？我有3个版本，master 只有2个版本，对不对？我比他多，我比他新，对吧？所以呢，我 pull request 的意思就是我请你把我拉回去所以说 pull request 就是字面上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呢，我们今天有一个 commit，这个 commit 呢改了一个档案这边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这边看得出来。然后呢，overview 呢就是可以让你写有一点类似 Git 的 commit 的 message。就是 log 讯息嘛所以 pull request 你可能要写清楚这个是什么主题的更新，而且呢，一个 pull request 可能包含多个 commit，多个档案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呢，我们就把 title description 写清楚，然后呢，如果你有连接我们专案管理的话，那我们通常也会把这个 work item 连接在一起那你也可以在发 PR 的时候呢，直接去指定谁要 review 我的 code。那我在这边我就直接指定我咯这是另外一个我啦你可以看到头像不一样这是另外一个我这是我另外一个账号。所以呢，其实我们是这样在我们公司是这样，如果说是今天是有 master 有 developer 2个分支那 master 就是稳定版就是未来要上到客户那边去的那 developer 是开发版那任何人的程式呢是从 developer 分出去，然后写完 code 呢发 PR 回到 developer。那 developer 只要合并成功，我们就会直接触发 CI/CD 自动部署我们的测试机。那如果 developer 测试都 OK 了，我们就会发一个 PR 回到 master。那这个 master 可能就需要有人做 review源码扫描我们可能会做很多事情在 CI/CD 的那个环节那包含 code review 呢，可能也都要包含在内，对不对那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基本上就是只要能够合并回 master，那我们 master 这边也会触发他自己的 CI 跟 CD，那我们就会自动发布到这个正式的环境或者是客户的页眼环境等等。OK 所以这个 review 其实是蛮重要的在我们公司这样，如果你从 developer 分出去，然后合并回来，那就要看我们需不需要做 code review。所以有时候呢，我们 developer 就是在专案初期的时候，没有什么好 review 的，因为架构都还很乱还很乱。然后呢，大家在改的东西变化也相对比较大，没有什么 code review 的需求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有可能我们在专案的初期可能就会不特别做 code review 这件事情。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程式码进入到某一个环节，它需要非常稳定的发展我们的每一个版本，那我们就可能会要求就是每一次发 PR 都一定要有谁去做 review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 reviewer 的这个指定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在 branch policy 的地方直接就指定好谁一定要 review 那我也可以就是不特别指定。OK，那如果我今天想要有人帮我 review 呢，那你就自己把它 take 进来像我们公司那么多人，你想例如说你想请我帮你 code review 的话，你就直接 take 我然后你 create 完这个 PR 之后呢，我就会收到你的信那我收到信之后呢，我就会点信中的某个连接，然后我就可以直接看你发的这一次 PR，改了哪几个档案，改了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呢几个 commit。那我就可以给你一些回馈这样子好，那我们就直接把它 create 起来。好，现在呢，我已经建立了一个这个全新的 PR，那就是 pull request 那现在呢，就是进入了所谓的 review 的流程，对吧那你看我接下来会收到一封信我去收一下信好了我看可不可以让你们这个看一下邮件的内容那我基本上会收到一封通知信那通知信收到之后呢，基本上就是一个连结嘛我先下载看看
那连接点下去，其实也就是到这一页来啊。那我可以在这一页干嘛呢？我跟你讲啊，review 的人呢，reviewer 哈，可以做的事情真的是蛮多的啊。你可以进到这里之后呢，去看目前的状态啊。那因为我的 branch policy 有设定，至少要一个 reviewer 啊，才能 approve 这个 PR 啊。我看一下我收到了没哈？有，我收到了哈。我把信件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好，这个是我收到的信。OK 啊，我收到 AJ DevOps 寄来的信，然后他寄给我啊，然后这个是我的 PR 的标题，对吧？然后呢，这个是说谁 create 了一个 PR 啊，这谁很清楚啊。那从什么分支合并到什么分支很清楚，对不对哈？那我点这个连接，基本上就可以点到刚刚那个网页了哈。那 reviewer 是谁呢？这边都一清二楚哈。更新了哪几个档案，这边也很清楚，哪几个 commit 都很清楚，这边都有连接哈。点下去直接可以看 code。好，反正最后还是回到这里了啊。那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 PR 的过程可以做的事情有哪些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档案。那这边如果更新好几个档案的话，这边全部都会用树状的方式列出来啊。然后这边也可以直接用卷的啊，直接可以看所有你修改过的每一行啊。然后它会有个 diff 的画面啊，就是左右对照，不然就是 side by side 的对照啊，就是 inline 这种。哦，就是左右对齐啊，对照嘛。那 side by side 基本上就是上下嘛啊，所以如果你新增、删除、修改每一行啊，这边都可以看到，按照颜色去做区分啊。所以我们怎么去做 Code review 呢？啊，第一个哈，我们的 branch policy 去可以去设定，我发的每一个 PR 都要经过我的 CI 验证啊，持续整合嘛。那验证成功之后呢，PR 才有意义。对吧？啊，如果你专案根本不能 build，那我是在 PR 什么啊？我是在 review 什么，对不对哈？你就是你丢一个坏的东西，我去看你的 code，没有什么意思嘛啊，所以你一定要 build 成功嘛啊，CI 一定要成功。那重点是 CI 成功之后呢，我就可以来这边看啊，看你改了哪几个档案啊。例如说，我今天点开档案之后呢，这边就可以看到变更的记录，对不对啊？那你可以看到呢，我可以直接针对你修改的部分直接留言。好，直接就留言啊，我可以留说，你为什么要删除这几行啊？那就要请你解释了，对吧？啊，那我可以不用透过什么小老鼠去提醒某些人来看这一行啊？为什么呢？我换另外一个账号啊，我换另外一个账号在这里，因为这是我自己本人嘛，对不对哈？所以自己 review 自己有点奇怪哈，所以我们用另外一个账号来。好，那你看我怎么去看到他的记录哈？所以我们就点 pull request。好，然后这个我们就看 active 啊，有一个点进去，这就是 PR 啊。然后我们再点进这个 files，OK，我在这边留言啊，点一下，好，我点在最后一行好了哈。好，那我就打了这句话，你为什么要删除这几行啊？那我事实上我可以用小老鼠去 take somebody，对不对啊？就 take 谁都可以啊，但是不一定啊，不一定要 take 了，因为今天发 PR 的人是他，对不对啊？然后呢，我是另外一个人，我留言的时候他会收到我的信啊，所以我不一定要 take 人，但是如果你要 take 第三者啊，例如说他老板。哦，这个人写的 code 实在太烂了，为什么他讲了好几次都不听啊？类似这样子啊，你要公开表一个人，也是可以这样子玩的啊。那例如说，我今天按一下 comment，对不对哈？哎，留言，哦，按下去了，对吧？哦，那他就会收到信。那他收到信之后呢，事实上呢，我如果今天这个 PR 有好几个 commit，好几个档案变更，对不对？我其实可以在 review 的过程去看，例如说命名规范呐、安全性呐、或者是有没有潜在的 SQL injection 问题啊，需要靠人工去检查的这些成分啊，这个就是我们在 code review 的时候要做的事情啊。那所以我可以留言好几个地方，那我全部都留完之后啊，所有的 comment 全部都会集中在 overview 这个页面。所以全部都会留下记录。那如果你要针对整份 PR 呢去做留言那我们就直接在 comment 这边，直接去写上你对这份 PR 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见你甚至于可以整合一些 AI 功能例如说你搭配这个 GPT-4的 API 对不对哈？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每次这个发 PR 的时候呢，透过 CI 去触发我们自己写好的一些指令然后呢就直接透过 ChatGPT review 我们这一次 PR 所有的 code
是可以这样子做到的啊。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PR 的所有的记录全部都留在我们的这个PR 的讨论记录里面，code review 的记录里面，包含 AI 的 code review，包含这个人工的 code review 全部都可以整理在同一个地方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那事实上呢，当你在 Files 这边提供意见之后呢，负责开发这段 code 的人，他其实要对这个回应呢，应该说这个留言做出回应了。那你有几种回应的方式第一种就是按个赞嘛，对不对？第二种呢，设定一下状态，就是你不一定要打很多字，你知道吗？你可以给个状态，例如说我留言了对吧我现在回到原本的这个发 PR 的这个人那我们就重新整理一下。好，你看，这是我咯这是我自己咯看看这个图示就知道了好，那我现在要做什么呢？我现在要回复这段话这段话呢，你也许可以马上解决也许我回个信就可以了，回个讯息就可以了那也许呢，它可能没那么快所以呢，你可以改变一下状态如果你已经解决了，你就选 resolved 解决如果说这件事会牵涉到第三方，或者是他没有办法那么快的解决，你可以选 pending 改变一下状态。你可以说我不修了这不是我的错，那他就不见了这个 one fix 就是我不修了我看一下有没有我的记录到哪去，到这里来，然后因为这边就看不到了，因为你不修了嘛，对不对？那这个 close 呢就是关闭关闭跟不修差不多了但是意思就是不太一样了那通常呢，我们都会要求一定要有回应不能说就是摆烂嘛所以我们就选这个 resolve 然后留个言留个言，比如说我就爱类似这样所以所以这个是已经解决了嘛然后你不一定要留言了那如果你没有解决呢，对不对 ？active， 然后你点我就爱，对不对？留言，然后你可以说我 reply and resolve 按下去那就是一样的意思，你知道意思吗？就是我可以留言顺便解决所以你就不一定要在那边点来点去的那这个就是一个状态的切换而已那如果说这个问题没有真的被解决，你就可以再开嘛reactivate， 然后再按 resolve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 code review 的过程，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再往旁边切这个是 update 的过程总共 update 了几次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再下一个新的 comment fix it 叫它修好 ，OK 然后呢这个我好像有点这个身份错乱了没关系，我们来改一下 code 好了我们就直接再开一个页签然后在这个分支我就继续改，好不好？我就继续改，我刚删掉了3个东西嘛，对不对假设呢这一份 PR 我还没有全部做完所以我再加一个东西编辑我再加几行所以这个新点 zip 然后 commit 那就是 add 新点 zip to 点 git ignore commit 好，所以你看我多加了一个 commit，对不对这个多加这个 commit 这件事情呢，事实上呢，它会自动的补上这份 PR。所以这个 PR 它其实并不是说你今天我先重整一下这个 PR 并不是说你今天push 了一份版本上来之后呢，就不能动了，不是你原本的那个分支就是你的 source 分支，就这一个这个 feed 更新点 git ignore 这个分支，事实上还可以继续开发，继续 push。那因为我们在 code review 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互动过程嘛所以你东西写不好，我叫你改，那当然就是你在这个分支改所以你 PR 过程其实是一个合并中的过程。那你在这个合并回 master 的过程之中，我们会继续的改善我们的程式码就提升我们的程式码的品质所以我们看一下，我刚刚留了言，在这里刚刚的变更在这里新的变更就出来了然后呢，如果我们今天看 commit， 你可以看到多了一个 commit， 对不对然后 updates 呢，我 push 了2次这边都非常非常清楚那如果说合并的过程中有冲突的话，这边其实也看得到。OK 所以这个完完全全这个整个合并过程，包含 core review 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好，那最后呢，你当然还是要回复嘛这个 fix it，然后 no 就是不修
好，解决。好，解决完之后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approve 的动作，对不对？那我们在 branch policy 那边其实上是可以设定谁允许你 approve 这个变更啊。然后这边呢，假设我换另外一个身份啊，假设在这个身份里面，我重新整理一下哈。好，假设呢，我觉得品质已经 OK 了啊，然后呢，我需要做一个 approve 的动作哈，合可的动作，所以呢，我就在这边右上角这边选一个 approve 啊，那这边选项其实还蛮多的哈，就有 approve 跟 approve with suggestion，就是本质上还是 approve 了啊，就通过啊，通过这个 PR 的考核，然后但是我可以给一些意见哈。那你可以说你等待某个人等待作者的回应啊，就是我可以说这个魏有宝哥啊，这个发了一个 PR 上来，然后我留了言给你，他都不回我哦，所以我可以把状态切到这个 wait for author 啊，那我也可以 reject 啊，直接推荐啊，你不要觉得这个 reject 是参考用的哈，在我们公司确实是有这个很多次的 reject 的记录啊，例如说你这个 Gitlog 写的太烂了啊，这种看到就是一脑就是这一屁股火的这种哦，这也是有看过了啊。卡密一下来这边就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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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bug fix 哦，像这种 log code review 人看到都心情都很不好，你知道啊？所以理论上就是你发 PR 上来 OK 了哦，那你的 Gitlog 整理一下嘛。哦，不要说让整件事没有办法被追踪啊，被理解，因为我们板控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保留软体变化的历程嘛，啊，所以我们就是本来就希望说变更的记录是可以被回溯的啊，这样各位可不可以理解啊？所以我们会希望不但程式码品质要好哦，那我们的 commit log 的这个 message 的品质也要有一定水准啊，大概就是这样啊。好，那 OK 的话，我们就 approve 吧，按下去。好，按下去之后呢，你会发现哈，它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来，你看哦，在 overview 哦，他说都打勾了啊，也就是这个 P 啊，所有的条件都已经符合了啊，已经都符合了，随时可以合并。OK，那谁合并？对不对？我是发起人哦，我现在是发这个 PR 的人，然后呢，所有条件都符合了，它不会自动合并的。啊，除非你一开始就先设定好我要合并它，啊，所以你看哦，我再把我的 approve 状态呢给撤销掉。现在呢，我刚刚按 approve 对吧？哈，我把 approve 的状态呢给撤销，哦，reset 一下 feedback，你看撤销了啊，撤销了，就不同意了哈，因为在合并前你都可以反悔了哈。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原本这个发这个 PR 的人，哎，你看这里有一个按钮哈，这个在还没有被 approve 之前，你可以先决定好我们要怎么样来合并啊。所以你看哦，我是这个分支的负责人，对吧？我发了一个 PR，请求 master 合并我回去啊，就 pull request。那这个过程呢，我可以先设定好这个合并的条件啊，所以我们可以 set 一个 auto complete。那所谓的 auto complete 就是当你所有的 requirements 啊，所有的要求都符合了，它会自动合并。所以一般来讲，就是发 PR 的人要先设定好自动合并的条件啊，这样子就是假设你写了一段 code 发 PR 叫我审，对不对哈？啊，我审完之后我就按同意，那我就不用再按其他东西了，我不需要再帮你合并啊，因为你已经设定好自动合并了嘛。啊，那怎么设呢？哎，按下去。好，所以呢，这边就可以有好几种这个不同的 merge type 啊，合并的方式哈。这个是 no fast forward 啊，那它基本上会保留一个 commit，这边会有动画哈，还蛮清楚的。那 scratch commit 呢，基本上就是把多个 commit 合并成一个啊，然后原本的这个分支呢，事实上可以在合并成功之后把它删除啊，这边有个 delete 的功能，OK。然后这个是 rebase and fast forward 啊，你看图也知道。有没有很清楚对吧？哈、有动画，然后这个 semi-linear 的 merge 这样有没有啊？那我们预设的这个这样啊，看图我讲应该很清楚了哈、就是你本身就会用 Git 的人，我想这个分支合并这个都是蛮基本的功夫了哈、好，那我们假设就是把 merge no fast forward 啊设成我们的预设的 merge type，那我们可以设定说啊这个分支合并后你就把它删掉。啊，那我们在 Git 上面通常是这样哦，就是
我开一个自己的分支，合并成功之后，我们通常就会把那个分支给砍掉因为我合并了嘛，所以我所有的 commit 就已经保留下来了所以分支就不需要留了就是大家养成习惯就是把不要用的分支就给它删掉好，我们就 set auto complete。好，所以你看现在已经就是完全都已经 ready 的一个 PR 的状态就是现在就只缺一个条件完成，它就会 auto complete 所以我们再切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份然后就 approve。好，再切回来。好，你看有没有？它就直接有没有就 complete 了这里如果出现 complete，通常就意味着这个分支已经完全合并回 master 了就已经合并成功了那我们怎么看呢我们回到这个 repo files，然后这个是 master 对吧那我们看一下 history，你看有没有合并了？原本的 master 分支只有2个对吧然后呢我们发 PR 的时候一个对不对？我们 core review 的时候追加一个 commit OK，然后我们最后 PR 合并成功，所以呢，然后我们选择用这个预设的那个 merge type 所以它基本上就这样回去了就合并成功，所以总共呢现在是5个 commit，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PR 的流程。来，没问题的帮我打个勾有问题你可以按举手我可以让你开麦克风可以提问。来，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有人在聊天室问到说，如果 PR 合并后删掉分支，如果要还原的话，该怎么做还原 PR 还原分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分支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指标指向某个版本而已所以你其实可以随时找到任何一个 commit 然后呢去建一个 branch 分支就马上就回来了。这样了解吗？例如说我刚刚是从这里嘛，对不对？合并回去嘛，然后你分支我就砍掉了嘛，对不对？这边也确实没有分支了，对吧？那很简单我们就找到之前合并前的最后一版，对不对？new 一个 branch 然后我们就取名叫做 feed 这个restore 把它还原回来你可以取新的名字and create。你看就回来了基本上就回来了，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还原前的这个版本就是合并前的版本了那我们再切回 master 就是这样那我们把这个刚刚多余的分支给砍掉好，好，好，那这个回答了那请问合并的时候如果遇到冲突会如何解决？那就解决对对，没错，已经有人帮我回答了。然后 local 怎么解，线上就怎么解，没有错就是这样对，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对，通常分支都会删除，那什么样的分支会保留？OK，想了解你们建立分支的规则，OK，这也是一个蛮好的问题基本上是这样。分支有分主要分支跟支持的分支就 supporting the branch 那什么叫做主要的分支呢？主要的分支通常包含了在我们公司最常见的是 master 跟 developer 一个是就是完全稳定版、正式稳定版 master，一个就是开发中的版本叫 developer。那所有人都会从 developer 分支出去做新功能的开发，发 PR 是回到 developer。那 developer 如果稳定了，我们才会发 PR 回 master 基本上我们是这样的一个 flow。那至于从 developer 分支要分到个人开发用的分支，你可以摆人、摆 bug、摆功能去做分支的命名。基本上我们没有命名规则，随便你怎么开都可以反正你开的分支我也看不到，我没事不会去看别人分支嘛，对不对？我今天是掌管这个专案的人，我基本上是管 master 跟 developer，其他我干嘛管呢？你写的很烂，你发 PR 回来，我 reject 你就好了嘛。各位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你不用管人家怎么命名但是命的好当然是不错了那如果你要在公司设定一个命名的规则，我也觉得这个没有问题这个都可以去做那至于要怎么切分支可能每个人都不太一样那我自己是觉得命名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差别了
好，如果需要 hard fix 的时候，建议怎么做？往 master 哦，我觉得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时候开什么分支，我觉得你可以去学 Git Flow 啊。那 Git Flow 我自己是没有很爱用哈，但是 Git Flow 的观念确实是不错的啊，它会让你很清楚的知道，就什么时候要从 master 去开新的分支出来，什么时候要从 developer 开新的分支出来，它有个规则嘛。啊，它有一个原则在，你去学那个原则，然后呢，再去思考，在你的公司、你的团队、你的专案里面适不适合这种 Give Flow 的流程啊？我是觉得它太复杂了哦，老实说，所以我们大部分案子不会真的去走到 Give Flow 啊，所以简单的 GitHub Flow 啊，就已经非常好了啊。你有一个 Master 有一个 Developer，其实可以解决大部分的专案的行进的啊。我们一个专案顶多就十几个人嘛。对不对哦？这个 GitHub Flow 已经绰绰有余了，什么 Trunk Based Development 哦，这个完全都没有问题啊，不一定要走到 Git Flow 就是了哈。当然这是看状况啊，就是还是有 Git Flow 适用的情境啊。好，那请问合并的时候如果遇到这个问过这个有人已经回答了哈。好，OK，对，有一个套件是专门解决冲突的啊。我是觉得不一定要用了哦，就是反正解冲突就那么一回事嘛哈。如果我以前上 Git 的课的时候就常讲，就是说，如果你公司的专案经常在发生冲突，那绝对是人的问题。你就算不用 Git，你会遇到啊，就整个团队没有人在沟通，没有人在做架构，然后冲突的乱七八糟，这就是人的问题，这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要么就是老板要检讨，要么就是所有人要做教育训练。这样了解吗？如果你放任一个团队一天到晚发生冲突，然后所有人都在抱怨，这不是公司的问题，那是谁的问题呢？各位，你了解我意思吗？啊、你们公司有没有那种专案一天到晚在冲突了，然后你只是觉得很不爽的这种，有没有？有的帮我打个叉啊、我看各位在工作上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有哎、我觉得一定有啊，一定有人遇到的哈。那在我们公司其实不是很常遇到啊，就是没有那么多冲突了。然后可能我们今天一个案子来，对不对？那总要切点架构，切点模组嘛，对不对？然后我说两三个人做谁做什么模组，大家都切好了，资料夹都切好了，哪有那么容易冲突？比较容易冲突的地方，要么就是什么设定档啦、组态档啦、config 档啦、专案档这种专案冲突，这个难免有可能有可能遇到，尤其是达内 framework，对不对？都是蛮有可能遇到的，但是没有那么经常遇到就是你自己还是要做一些调整专案架构啊、流程开发流程上面可以做一些调整。好，如果两个人开发的功能有高度相异，那怎么开批啊？这个我老实说如果说你今天这个功能模组切到你不知道怎么把两个人拆开，那就这样一个人做就好了。因为就是我们都说了嘛，我们开发系统，对不对？写程式要这个high cohesion low coupling，对不对高度什么高内聚低耦合讲都会讲。我跟你讲，人的高耦合这才难解，你懂吗？程式耦合就算了，人的耦合超难解啊。所以如果你可以把 OOP 学好，然后套用在你公司的管理架构底下，我跟你讲，你公司可以经营的不错会赚大钱。了解吗？人的耦合我没有办法帮你这个你们要想办法自己搞定OK，好，来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请问宝哥公司的 merge type 哪一种比较常见？有常见的常见的我记得是这样就是我们的 branch policy 打开一下我们通常 develop 出去develop 出去。然后回到 develop 的这个合并，我们通常用 Squash 通常选这个，所以你把三个都勾掉，它就不能选别的了，它只有一个能选。所以你在设定 auto complete 的时候，基本上是不会设错但是如果你从 develop 回到 master 的时候，一般我们会选择这个 merge basic merge
因为我想要保留我的master 上面的每个版本都有非常清楚的变更记录所以我要知道我的 developer 到底被 PR 了几次，对不对然后呢，我把这几次，可能这5次的 PR这 developer PR 全部合并回 master 的时候，我想要保留这5次 PR 的每一个版本的内容所以我可能就会选择 basic merge。了解这是我们经常的选择了好，那请问可以设定 PR 先通过CI？可以啊，可以啊，就在这里我只是没有讲到而已也因为这可能也不是今天的特别的重点就是你可以设定 build validation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现有的 pipeline 然后呢，我现在还没有 pipeline，所以你没办法选就是如果你有 pipeline 的话，你就可以选。所以呢，我发 PR 的时候呢，这个 build validation 的 pipeline 就会先跑一遍，就是所谓的 CI 会先跑一遍，跑过了这个 PR 的条件才会打勾那你刚刚也看到我们发 PR 的过程它那个打勾其实是好几个打勾因为你看你的 policy 设几项嘛，对不对这里每一项都设，然后 build validation 也设，status check 也设，你全部都设完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我们在发 PR 的时候，我看一下刚刚合并好的那个。就是这边就会有好几个打勾，你知道吗？就不会说只有2个打勾，搞不好有5个打勾，那5个都要勾才能过嘛。就是一个不过，你 merge 永远都没有办法完成，了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品质控管的过程好，Edge 就这样做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干单啦。好，我再看一下，如果2个人开发功能有高度相异，这里讲过了请问宝哥有没有采用 trunk-based development flow？有啊，当然也是有那如果说等待 PR 中master 有人遇到冲突要再 PR 一次吗？不用不用我就再强调一次就是你发了 PR 不代表等于合并，对吧？它是一个准备合并的过程，它是一个请求 master 把我这个分支合并回去的一种要求嘛，对不对？Pull request 嘛，把我的版本拉回去嘛。所以，当你去冲突发生的时候，你当然是在这个 PR 去解决冲突对不对然后你把你冲突解决后的结果再 push 上来，对不对？直到它没有发生冲突了，我们才去把它 merge 就是这样。物理性冲突，环境参数常冲突没有错好，还想了解到刚刚提到的 pull request 的时候，执行 code review 前会先跑 CI 的部分。当然，当然，当然。所以他说，请问 CI 的内容会有什么？我操，这个我没办法回答你，因为太多可能基本上 code 要 build 过，这是基本的嘛。你要拉 package 回来，然后你要 build 专案，你要能够 publish，对不对你可能还需要去整合其他的东西，例如说我要透过这个 Sonar Cloud 或 Sonar Cube 去分析我的技术债或者是程式码的治安问题或者是源码扫描，全部都可以整在 CI。所以你 CI 要做的事情，可以做的事情其实非常多。你甚至可以说，我有某个档案是不允许你改的，我可以在 CI 的时候去检查出来所以如果这个 PR 包含了某个档案的变更，我可以直接 reject 我就让我的 CI fail，那我的 PR 就绝对不可能完成基本上就是这样。好，如果说 QA 阶段突然线上有 hard fix 比现在开发先上，我们一般都会在 production tag 开一个分支出来，试好了就上线，上线后会在合回开发中的 feature branch。请问我们是这样吗？我思考一下基本上我们有蛮多案子同时间会有好几个 PR 同时发出来。那如果说同时要发就有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A 合并然后 B 就发生冲突了就是你有2、3个 PR 嘛这是有可能发生，但是发生几率一样就是老话一句不是很常遇到了。如果你真的遇到的话，就是大家瞧一下就好因为我两个 PR 是不同人发的嘛，所以我就可能跟另外一个人讲一下，哎，你为什么跟我改到同一个档那你要放弃还是我放弃？我们保留一个人的就好就是大家就是一起工作嘛，就是瞧好一下
然后呢，我就重新再上一个新版，然后把我不要的档案拿掉，或者是留给另外一个 PR 去更新啊，这都可以解决啊。那如果说你是突然有 hard fix 这种情况这个就遇到再来处理就好了我觉得它也不会有一个真的 SOP 啦没有真的一个就是 SOP，但是遇到了我们就来解就好了，因为本质上它就是分支合并而已所以有时候你不要想得太复杂好，有人提到那个 Big5 跟 UTF-8的问题如果你有编码问题，那真的是蛮头痛的所以最好你专案一开始就把编码搞定统一全部都用 UTF-8这个就比较好一点。好，Developer 如果只有其中几个功能要上到 Master 就不能直接 Developer PR 到 Master。嗯、不会吧？就是对你当然不会从 developer 把所有版本上到 master，对吧？我觉得这还是偏向管理问题这个同学问的这个问题是，如果你的 developer 有5个版本你只有3个版本要上你就当然就不能把整个 developer 推到 master 去嘛解决方法其实也是蛮简单的啦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假设我现在在这个版本，对不对？然后我要并到 master，对不对然后这个版本不要如果是这种如果是这个版本不要，我只要并这个，那倒是还算简单，对不对？我就在这个版本建一个分支嘛，对不对？然后我拿新的分支合并回 master，对不对？那这个分支就没有这个卡密就没有被合并到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如果是反过来呢，就可能就比较麻烦，你可能要利用 rebase 去重新改变一下你的分支结构然后会比较麻烦你总是会遇到有麻烦的情况。那我只能是说，这种麻烦的情况如果常发生，你可能要先 review 的是你公司的流程是不是本身就有问题另外一个是你的公司的这种行政作业或者是开发流程跟你的板控流程是不 match 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你应该是先去找出真正的原因，然后去改善流程，然后我们再拿新的这个板控流程来做这个分支合并的管理你才知道你的 PR 怎么做才会比较轻松。好，需要 hotfix 的时候建议怎么做？对啊，hotfix 通常就是正式机嘛，所以我们会从 master 去发展一个新的 hotfix 分支，对不对？然后 hotfix 完了之后呢，我们就会把它合并回 master，对吧？但是 PR 的过程不可以像 Git flow 一样一次合并到2个地方可能没办法这样所以有些东西可能会在地端完成发2次 PR，我想一下发2次 PR 可以发2次 PR 可以，你在发 PR 的时候不要把原本的分支删掉，你就有机会可以发2次 PR 第一次合并回 master，第二次合并回 developer 理论上是可以，我自己是没有这样做但是想一想应该是没有问题好，再来是其他切出去的分支，可能不是要回 master 或 development 也可以用 PR 的方式完成。可以但是这位同学是问说，也建议透过 PR 的方式完成吗？这个我觉得见仁见智没有标准答案。你应该要想的是，我们做 PR 的目的是什么是 code review 吗？还是说你希望可以借助 pull request 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可以认真看过你的变更还是说今天我们就在同一间公司，我们就坐在隔壁我们各有一条分支，而且都 push 上去都还没发 PR，你知道吧？我 push 分支上去不等于发 PR 嘛，对不对我们2个瞧好，哎，我们2个好像有东西冲到了。那我如果就算我发了 PR，我可以放弃我可以放弃这一份 PR然后这个我可以私底下跟你的跟同事瞧好说，这样好了，我把你的分支合并到我这里，OK，然后我们发一份 PR 就好，那你把你的分支删掉，这样是不是比较简单？那就等于是说我们在
在 local，我们在开发环境，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电脑就把我们两个人的分支搞定了，就合并了。我先合并好，然后把这个 Gitlog message 都先重新写好啊，透过 rebase 重新写好，我再发一个新的 PR 上去，那就不会冲突了嘛。了解哦，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做法啊、所以有时候不要跟他硬拼啊、不要硬拼他的中路，你懂意思吧？啊、因为对，有时候像这个像 Azure DevOps 啊、的 PR 功能是很强啦但是它总是不可能应付所有的可能的情境嘛所以你如果刚好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情境，在线上做合并不太容易的，那我们就直接在地端做在我们自己的电脑做掉。再发 PR 也是可以的好，好，线上做 code review 有时候会有一些盲点比如说看不了现在正在修改的功能传入来的参数你们会拉下来 Visual Studio 里面看看吗？会啊，会啊，也当然会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某一个 PR 的 source code 下载回来，因为本质上各位可能不知道这个本质上 PR 每个 PR 本质上就是一个分支就是每个 PR 都是一个分支所以你是有机会把这个 PR 下载回到你的地端，然后呢，透过某一支 PR 的 ID 去把那个 PR 的最新版的 source code 下载回来那其实我们的 PR 本来就会有个来源分支跟目定分支嘛来源分支本来就 push 在这个 Azure Repo 上面，所以我们随时都可以切换到那个分支去做开发我们甚至可以在地端预先合并完，然后跑跑看也是可以的哇，怎么那么多问题？HTTP PR 有 Cherry Pick 没听说应该是没有这种东西，有吗？HTTP PR 有 Cherry Pick，我没有用过哎，应该没有吧？PR 如果在意见来回的过程中产生多个 commit，需要重新整理过吗？可以啊，你可以把你的分支重新整理过，做 force push，就是 git push 加上减 f，就可以了这就是个整理的过程没有问题的。review 的人不好找，是不是就不适合用 PR？我想想看这个问题是什么啊？如果公司没有人 review，我需要 PR 吗？我想一下可能还是需要因为你透过 PR，你可以透过 build validation 去透过 CI 做验证嘛，就是你不一定是人工 code review 嘛，你可以做 CI 的验证，然后你可以做一些 status check 然后对还是有需要因为 PR 不是只有 code review 而已好，刚刚有人说找不到宝哥刚刚讲的那一个将 branch 拉下 local 确认的问题，这个有的快速键在网页可以开启 VS Code Online 查看，可以的但是Azure DevOps 上面的这个功能最近坏掉了，坏掉好几个月了，快半年了吧？就是按一个小数点点一下，它就是按一个小数点，它就会跳到那个 VS Code 点 dev 理论上它是会把我的 source code 下载回来，我有成功过但是呢，我最近都一直挂掉了如果说你们知道怎么解决的，麻烦跟我讲一下就是他说这个 extension Azure Repos 需要 sign in 嘛那我就 allow 然后就登录，对不对？但是登录之后呢，这边永远拉不到 source code 这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把它搞定就是我选了然后这边就会一直停在这里。哎，今天就好了应该是我公司的那个组织拉不到所以对，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我可以从 repo 直接开到这边，直接就可以编辑，直接就可以 commit 因为它就是 VS Code 的云端版所以这个今天是好的所以你事实上可以在这边直接做，这样了解好，PR 右上角有一个 Cherry Pick 可以用，可以自动开启一个 branch 合并到另外一个 branch，可以我还真的不知道没有这样用过我们就来玩一次吧因为我自己也蛮好奇，想知道怎么用的好，那我们来建一个新的分支。好，那我们就从 master 再建一个新分支
就叫做 feature 叫做这个 hard fix bug one。好，好，接过去了哈。然后呢，我看一下这位同学说的哈，先做 commit 对不对哈？然后发 PR。好，我加几个空白行就好啊。commit 好，然后我们就发 PR。好，create。好，哪里可以 cherry pick？我看一下啊。诶，真的有诶。哦，OK，所以我们可以去挑特定分支的某些版本进来。我觉得可能不好用吧，对不对？在这里 cherry pick 多难用啊！哦，我在 local 就已经很少用 cherry pick 了，对不对？哦，在线上做哦，应该不会特别好用吧？啊、好，反正对我觉得是这个应用的情境可能没有很多但是可以用也不错这个你们都可以玩玩看好，所以一条龙要 PR 咯，这倒是不一定啊。OK，好，回答的差不多了今天问了很多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第二个 part 我们第一个 part 讲了1个小时来，我们来讲 GitHub 这个 GitHub 可能很多人也没有实际的玩过好，我看一下我这边的 code 我有2个账号我有2个账号，2个 GitHub 账号。来，我先打开一下。好，我现在准备了2个账号，等一下就是想说示范给大家看好，那我们就来建立一个全新的 repo 那这是2个 project 两个 account 2个 GitHub account，那我们就建立一个新的 repo，全新的那我这边就叫做 PR demo，好，然后是 public 的，所以你们应该也看得到，然后我们就直接 create repository。好，那接下来呢是说我建立一个 README 好了对，我看一下这边可不可以快速建立一个 README 档？好像没办法直接上传一个档案。我记得之前可以直接 create 一个 README 档，现在好像没有了。这里它放在这里你可以上传档案可以了那我也可以 create 一个 new file 我就直接 create 吧然后我就去 create 叫做 readme.md 好，然后呢就是 hello world 好，然后我们就 commit change 好 commit 好，这个是我的 repo 那这个 GitHub 的 repo 呢，基本上只有一个档案，然后也只有一个 commit，就是我刚才做的那为了要能够让这个另外一个 member 也就是这个我右边的这个视窗可以跟我一起协作所以我们有2种可能的做法，一种呢是把右边的这个人加到左边的这个人的 repo 的专案里面去，让他拥有 push 的权限。OK，所以我们怎么做呢？Setting collaborator，对不对？叫我要输入一下。好，好，那我们 add people，然后我们把这个人的账号右边这个人的账号加进去这个叫 Will H 的 sandbox。OK，Will 沙箱。好，我是不是把他加入了，对不对？那我把这个人加入了，他就拥有这个 repo 的存取权。OK 那他现在是等待这个邀请的这个阶段所以我可能要去收信或者是你直接给他连接也可以好，我收个信，有收到了所以你收到的信大概就长这样了我把它点2下打开大概长这样就是这个人邀请你加到这个 repo 去，你要不要同意那我就按 view invitation，那我基本上就会跳到这个网址这个网址就等于这个网址这边复制的网址一样所以反正他会收到信那收到信之后呢，我们就把网址贴上来。
好，然后你要按同意，你才会真正加入啊。好，那加进来了哈，我现在呢已经是这个Ripple 的一部分了啊，所以就是成员了哈，那我就等于拥有这个 Ripple 的大部分的权限哈，所以基本上就跟我们刚刚在 Azure DevOps 所做的事情差不多啊，就是两个人都在同一个 project 里面。那我们如果今天要进行团队协作的话，基本上还是一样靠分支去区分两个人的变更啊。好，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专案。好，我们回到我们的专案哈，这边都回去了。所以，例如说哈，假设这是我的 repo，左边是我的 repo，对不对？右边是另外一个人啊。那假设好，假设右边这边想要改这个档，对不对哈？做法也是一样的哈，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呢去编辑这份档案。那最后呢，我当然可以 commit commit。那 commit 到哪里去呢？你可以 commit 到一个全新的 branch。这个比较合理啊。那事实上，等一下我可以示范给你们看哈。这个 main branch 就是预设的分支哦，事实上可以把它保护下来，跟 Azure DevOps 差不多可以当成是一个受保护的这个 branch 你一定要发 PR 才能完成这个分支的合并我现在没有设定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直接 commit 到这个 main branch 是可以的但是我不希望在团队里面大家都这么做所以我们就点第二个。好，那我们可以自己设定一个 branch 的名称叫什么名字其实都可以好，假设叫做 VOH Sandbox Patch One 我就不改了Propose Change。好，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我直接做了一个 commit，等于直接在线上做了一个 push 的动作那它直接就跳到 PR 去了，有没有看到直接跳到 PR。所以呢，现在是在等待你做一个 create PR 的动作按下去。好，建起来了。好，建起来了那建起来之后呢，接下来的动作跟我们刚刚所示范在 Azure DevOps 看到的 PR 的过程都差不多真的都差不多那我们从左边这边这是另外一个人嘛原作者不是原作者，就是 Report Owner 我们点 Pull Request 进去，他也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PR，点进去那你看这边大家看到的是其实是差不多的内容，对不对那么你看我要怎么做 Code Review？我在这边假设我从左边来好了因为这是我发的 PR 嘛，对不对所以我从左边这边点进来然后呢，你可以看到 commit 的内容，对不对？那你可以看到 file changed，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它加了2行，一个空白行跟一个 hi，然后呢这边有个加号，有没有？跟 Azure Report 差不多我可以留言例如说 good job，对不对那你说你要开始一个 review 吗？就是你要开始一个 core review 的过程吗？OK，还是说你单纯的就给注解就好这两个本质上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例如说我们用 single comment 点下去，这就只是单纯的留言而已跟 code review 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右边这边其实一样大家也都看得到就是 open source 的嘛所以这边其实都可以看到内容，然后这边也可以回复那对方其实也会收到信那这边就是 comment。好，所以这个只是 comment 而已那如果我真的想做 code review 呢？我再留一次言remove list blank line blank line 然后start a review 你看我 start a review 呢，代表说我启动了一个 code review 的过程。那这个 code review 呢，既然已经开始了，它就必须要被结束否则呢就没有办法合并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code review 的过程现在是一个 pending 的状态，就是这一条留言其实是一个 code review 的过程。然后右边这边你会看到这个 finish your review 嘛就是这边你可以设定点 finish，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个是你可以留言给他这个 code review 的过程，你可以留言给他说一些话你要跟他讲这只是一个留言，还是说我同意了这一次的变更我也可以说我要要求你改一些东西这只是 type 而已其实重点是你要跟他讲什么话啦让他知道说你希望他做的事情是要求变更，还是说good job 做得很好 approve 还是说我也没有说好也没说坏，我就是给你一个注解
啊，给你一段话，给你一个 feedback 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如果说你真的都完成了啊，事实上你应该是要 approve 啊，然后 submit 这个 review 啊。那我们常常会这样打哈，looks good to me 啊，LGTM，老外很爱打这句话。好，look good to me 哈，就是对我来讲是 OK 的哈。然后呢，submit review。好，那基本上就是 review 完成了啊，这个就是整个流程就完成了啊。那最后当然就是选择要怎么合并了嘛啊。那合并呢一样有 type。那 Azure Repo 有3种 type，GitHub 只有Azure DevOps 有4种 merge type 啊，但 GitHub 只有3种啊，所以这个是 create merge commit 啊，然后 squash and merge，然后 rebase 啊，大概就这3种啊。那 Azure Repo 就多一种啊，就是它先 rebase，然后呢再no fast forward merge 啊，它有4种做法啊，这个功能比较多啊。好，那当然最后当然就是要合并这件事嘛哈。那你看看谁可以合并啊？我现在没有设定任何的 policy，所以谁都能合并。了解啊？当你设了 policy 之后，当然就是不一样了啊。所以现在是没有强制嘛哈，没有设定嘛，所以谁都可以按下合并啊。然后那合并当然要有一个 log，这个会写进 Git 啊。然后呢讯息也一样啊，写完它也会进 Git 啊，然后 confirm merge。然后这个 open 的状态呢，就会变成紫色的啊，就是 merged 啊。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在 GitHub 上面的一个 PR 过程啊。那各位可能比较不常见的就是在这个 review 的那个环节啦啊，就是我们其实随时都可以发 PR 啊。那发 PR 之后呢，你可以请求其他人来帮你做一些 code review 的动作啊，所以可能会有一个review 的 process 啊，就是 review 的程序啊。那走完这个程序，基本上就可以顺利合并啊。所以 GitHub 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啊。那我就再多示范一个啊，关于这个branch 的保护的这个功能哈，在 GitHub 上面。那因为我目前的 GitHub 账号哈是 Pro 的啊，这是这个 Pro 版的啊。你们有人有 Pro 的，帮我打个勾一下哈，我看一下在座有多少人有买 GitHub 的 Pro 版啊？这边其实看得出来啊，你看 Highlight 啊，然后一个 Pro 啊，如果你的这个 GitHub 的个人首页哈有 Pro 这个字样啊，就是你有购买。那如果你有买 Pro 的话呢，功能比较多啊，就是你可以对于这个 public 或是 private 的 repo 呢，可以设定这个 branch protection，然后有一些进阶的功能啊，都是 Pro 版才有的哈。好，那例如说我们今天来新增一个 branch 的protection rule 啊，这就等同于 Azure Repo 的 branch policy 了啊，一样意思啊。好，现在是没有任何保护，对吧？好，那我们就保护一下，按下去。好，先选择一个名字哈，那这个名字不一定是一个完整比对的名称哈，它也可以是一个万用字源啊，例如说 main 开头的啊，例如说 feature 开头的啊，它可以用一个 pattern 啊，那你也可以完全比对啊，设定一个这个 main 分支，所以我们想要对 main 分支做什么保护呢？哦，你看付费版就有这么多功能啊，了解吗？啊，你看哦，require PR before merging。对不对？好，那谁可以 approval 呢？几个人要 approve？就是一个人还是2个人啊？几个人 approve 才能够合并 PR 哈？这边我写1啊，那这边还有很多啦，你们就有兴趣再自己看哈。这个强制所有的 commit 都要签章require linear history 也不错哈，它可以要求我发 PR 合并的时候呢，那个线图一定要是直线不能有奇奇怪怪的分支合并图这个 require linear history 可以确保你的板控的线图是比较漂亮的然后你可以锁定可以做很多事啦，其实还有 status check 也可以那也可以触发 GitHub Action 去做 CI。好，然后呢，这个分支允不允许 force push 这个也可以设定预设是不允许。OK 你开始受保护的预设就不允许 force push 好，我们按 create。好，main 现在已经被我们保护下来了所以再也没有人可以对 main 这个分支做直接的 commit 即便我自己都不行所以我们可以试试看编辑。
打个123，然后呢，我们就直接 commit 到 branch。你看，他已经不让我 commit 了，看到没有哈？但是他还可以 bypass 了，因为我是这个 repo 的 owner 嘛，啊，所以我可以 bypass 这个 rule 哈。那我还是可以直接强制 commit 下去，OK 好，但是基本的保护就做到了哈。好，OK，讲完了，来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接下来就是 Q&A 时间了哈。啊，你们想开麦克风也可以哦，哈，就直接按举手，我就帮你们解麦啊。好，我来看看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PR 阶段因为 code 还没有通过审核，没有办法部署到测试环境。OK，如果 PM 想在自动部署前先确认好修改状况怎么办？可以啊，这个 Azure DevOps 会比较好容易做到啊。Azure DevOps 可以设定 release gate 啊，所以我们可以在发行的时候呢，可以设定一个人进来做审核的动作啊，所以它比较符合企业的需求。但是 GitHub 就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可以做到。Azure DevOps 比较好用了，我们公司都用 Azure DevOps。好，哇，留言这么热烈啊！好，再来是 fork 的方式如何 PR，其实一样哦。好，有人问我就 demo 一下好了哈。好，我们来试试看fork 的方法好了哈。来，你看哦，我现在要做一件事哈，我要示范 fork 的应用情境哈。我把这个物有烧香这个账号给移掉，好，移掉啊，好，移掉了啊。移掉之后呢，你看右边这边哈，这个人哈，现在呢我已经不在这个 repo 里了啊，但是它是一个 public 的 repo 啊，所以我还是看得到所有的 source code，所有的版本都看得到，但是我不能改啊，我可以改一次给你看啊，你看他不给我改了，本来可以啊，那这一次不给我改了，他直接跟我讲要我 fork，那什么叫做 fork 呢？fork 就是 clone。啊，只是它是在 server 上的 clone 啊，就 git clone 嘛，就复制整个 repo。所以这个 fork 的意思呢，很单纯，就是把这个 Doggy 8088底下的 PR demo fork 到你个人的账号底下。啊，你个人是谁呢？就是 Will Sandbox 这个账号底下的 PR demo 啊。所以我不一定要编辑啦，我可以直接按 fork 啊。所以我回到首页，我直接按下这一颗。啊，它叫做 fork 啊，fork 其实是叉子的意思啊。你看这个图示嘛，啊，上面两个圈圈嘛，底下一个圈圈嘛，好像一个叉子，有没有啊？就是把你的这个 repo 呢，直接插到你的自己的账号下啊。所以他说 fork your own copy of this 啊，都给888啊，都给8088的 PR demo 按下去啊。然后呢，我们就直接你可以换不同的名字啊，也可以用完全一样的名字啊。好，我就不改了哈。然后呢，你可以选择我要 copy main branch only，还是把所有 branch 都 call 进来哈。好，那假设我们 call main 就好。好，create。好，你看一下这里哦，你看这里发生改变，速度很快啊。它从 Doggy 8088的 PR demo 就直接 call 到你家了，就是整个 copy 到你的个人账号下。所以这个过程就是 clone，了解？那既然这个 repo 变成是你的，你想做什么都可以。这样各位可以理解意思吧？啊，可以的，帮我打个勾一下啊。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因为它已经变成你账号下的 repo 了，权限就是你是 owner，OK？但是这毕竟是两个不同的 repo，对不对？那之后你要怎么把你的变更写回去呢？啊，当然就是透过 PR 了啊，你也只能透过 PR 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做个示范哈。我们现在在另外一个账号这边呢，因为现在是在 Will Sandbox 底下，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呢，建立一个新档，好不好？啊，建一个新档，然后呢叫做 A 点 T 叉 T 啊，内容就叫123，好 commit。好，我们记得哈，尽量不要用原本的 main 分支了啊，尽量就是建一个新的，OK 啊，好，就是叫做 page one 哈，然后 propose change。好，我 commit 了啊，我现在是 commit 而已哦，而且我 commit 到新的分支。那这时候呢，GitHub 通常会自动出现
这个 Create Pull Request 的按钮然后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是从哪里开到哪里，然后我要合并回哪里那你看它会合并回哪里？它合并回 Will Sandbox 的 PR Demo 的 main 分支。那我自己合并给自己没有意义嘛，对不对？所以理论上我们要合并的对象应该是 Doggy 808的这个 PR demo 才对嘛？这样了解意思就是我自己合并给我自己干嘛，对不对？我自己改的东西，我目的是要回到这里嘛，这才是我的这个上游嘛，这个我们叫做 upstream 的这个 repo 就是我要合并到这里那我要怎么去做这个 pull request 的调整呢你看一下我们可以这边调一下，这边这个可能没有很明显这边有一个按钮叫做一个连接叫做 Compare Across Fork 所以点下去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画什么呢？画 repo 的发批那我的 best repository 我就可以选你真正的来源，各位看懂吗？看懂吗？来看懂，给我一个勾勾。我把我的 Will Sandbox 的 PR demo，OK 的这个分支，你看这个箭头合并回 Doggy 8088 PR demo 的 main 分支。我的目的是在这里这个有个方向，有个箭头，然后我在这个时候呢去 create PR 这样才是对的。OK 然后 create PR，来注意看一下网址各位，现在在哪里？我原本在 Will Sandbox 我按下 Create PR 之后呢，我已经到 Doggy 8088的 PR demo 去发 PR 了，就我已经不在我的 repo 了。各位了解意思吗？可以理解所以我已经回到我的上游去发 PR 了然后 create 一个 PR，那这个 PR create 起来之后呢，就是回到上游去的就不在你的 repo 底下。那我比较常见就是新手会遇到的错误就是你从 A 专案 fork 到 B 专案，就是你自己的账号下的专案，对不对？然后你发 PR 给你自己的那个 B 专案，然后就没有意义嘛那你发了 PR 说，你可能才会惊觉说，哎，怎么都没有人理我是不是我还太菜了什么的？不是，是你 PR 发错地方了你自己发给自己是没有意义的你要做 open source 的 contribution，你让它发回原本的来源呢对不对这样你了解意思吧？那后面就是都一样了后面就是你看这边有 review，因为我们刚刚设定了那个 protected 的 branch 嘛，对不对？所以你看现在打叉叉了，对不对现在需要 reviewer 了所以我今天是一个第三人的身份然后发 PR 回去那我现在再切回去原本的那一个浏览器这里好点 PR 进去，你看了这个我现在我是 owner 嘛，对不对然后我现在回来这里，然后我发现这个 Will H 的 Sandbox 发了一个 PR 给我那我当然要看一下他改了什么对不对所以我就 File Change 点进去他加了一个123，OK good 然后呢这个加注解，对不对那你也可以去绕狼因为谁都可以做 review这个各位可能不知道就算你不是这个 project 的 member任何人都可以到这个 repo 来做 review 来，你们帮我 review 一下，我贴在聊天室蛮好玩的你们帮我到这个 PR 来，然后然后称赞赞扬我这个 PR 写的实在是太好了来，大家可以试试看现在还有200人在线上，你们就到这个 File Change 这边你们可以玩玩看然后点这个 Review Change 然后你可以写什么 Look good to me，对不对？然后 Approve然后 Submit Review，类似这样那你就可以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一堆人 Approve 我的 Review 算怎么打的？来你看这个对，你看这里有写Approve List Change Now 了解吗？这个 Approve 就是合可了那当然我们会有这个绿色的勾勾跟这个灰色的勾勾这个有差别因为我是 Member，我是 Owner，我是绿色的那你们不是所以基本上就是没有那个绿色。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怎么讲呢？啊、你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 Project Owner。
然后呢，有一个人 contribute 就是贡献了一个变更发 PR 给你，然后你发现一堆人说，哦，这真的写的太棒了，来，你是作者，你怎么感觉？对不对？啊，你一定会提高他的公信力嘛。啊，你一定会觉得说，哦，这个人这个1、2、3实在是写的太棒了，怎么会那么多人给他按赞呢？对不对？哈、哎，各位，你按赞知不知道怎么按？哦，到这里按呐、哦，因为这是我的主 PR 嘛，哦，所以你要来这里按，懂吗？哦，了解吧？哈、你可以多选一些不同的的这个 emoji 来按哦。然后一堆人说，这真的写的太棒了哈、那如果说我今天是 owner，我当然是觉得，哦，这个写那么好，那我当然放心了，对不对哈、那我就来 merge 了哈、好，confirm。好，你看 PR 就完成了，各位了解吧？了解吧？哎，各位，这个你不要只是留言哈、这边 star 帮我按一下啊、帮我冲一下星星数哈、这个 PR demo 可以按这个 star 哈、然后好，那今天既然大家都来了，我就多拉一些 follow 哈、你们到我的这个账号哈、这个按一下 follow 哈、怎么按呢？呃，就是这里了哦，就是我们那个 GitHub 的首页，对不对哈？那应该有一个 follow 按钮，哎，不对，这样啊，到我的这个 GitHub 的这边哈，这边我记得这边有个 follow，有没有？按下去，有没有啊？这个可以累积啊，这个可以累积。你看我现在有3100个 follower 我 follow 了42人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啊，还不错了哈。哎，不对，我 follow 应该不止这么多，我应该还更多人才对哈。没有啦，42人差不多了今天可以多200位对吧？好，OK，好，我今天讲的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讲了1个半小时通知好多通知怎么关啊？我我不知道怎么关呢应该在某个地方吧好，等一下再来找。OK，好，没有问题的，帮我打个勾有问题就提问吧那如果没有人问的话，我等一下就要结束喽。对，我等一下应该会收到一堆 email，不对，你们都会收到一堆 email。因为有留言的人预设就会订阅我跟你讲，这个 PR 有没有PR，只要你有留言，你预设呢这边就会有一个 notification，有一个 subscribe 就是这里预设就会订阅你只要按下去，它就不会再让你再收到信了这个就是 unsubscribe，了解吗如果你怕吵的话，你就把它按掉好哦，来，没问题，帮我打勾。OK，想想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讲？PR 应该就这样子了应该就这样。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哎，有人有问题耶，来，博轩，来，请解开麦克风。哎，我哎，想要，刚刚宝哥有讲那个在 GitHub 上 PR review 是，那个它有一个差别，就是 start review 跟直接有一个 reply a comment 的那个，嗯，它有一个差别就是，有一个是 create single comment，它那底下会没办法产生所谓的讨论串，哦，你说 嗯，create 一个 single comment 是没有讨论串的功能，是不是？就对，它会没有讨论串功能这样，哦，对，差别是差在这里，我好像已经合并就看不出来，对不对？哎，还可以啊，哎，就是可以直接去 file change 那边留一个 comment 这样，了解。对。就右对，边 review，直哦，接对 这样子嘛，对不 add 对 single comment，它会变成没办法留讨论串。有啊，还是有啊。
哦，那他改版了，哦，是吗？以前不哎，我行，我一直都觉得有哎。没有，他以前不行。OK OK，现在可能都对对，可以了，对吧？好，太好了，好，感谢。好，好，我最后再补一个技巧，好，补一个技巧，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因为我们在留言啊、create issue 啊，如果你要留言的过程，希望看你留言的人可以参考一部分程式码，你可以这样子做。好，你看哦，假设 readme 好了啊，假设你想要看 code 的部分啊，假设你希望这两行你按 Shift 键先选第一个，然后再按 Shift 这两行，如果你要放进这个 PR 去做留言参考的话我做一遍给你看你可以这么做按这个点点点这里有差有分 copy lines 跟 copy permalink 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们先看一下 copy line 你看一下感觉它是把资料抠进来，对不对那如果你 copy 的是 link 呢你看一下它贴上的是这种感觉，哎不对不对，写错了，直接贴上，它是这种感觉。你在这边看不出效果preview 的时候呢，你就看得到这种抠法有没有？它会把专案的名称、档名路径、卡密的名称跟就是你选起来的那些内容变成留言的一部分，了解吗？这个非常非常实用所以例如说 please check the following code snippet。这样各位了解吗？这个功能其实是非常实用，因为有时候你要请人家看哪一段 code 写的不清不楚的，然后你把 code 抠进来，他也不知道你在讲哪一行，对不对？所以你用我刚刚说的那种抠法，你可以把就是这么完整的资讯全部都放到这边来我马上就有人给我按赞了这个很好用对这个要讲这真的太多了GitHub 功能有够多就是你可以用这个井字号去 reference 一个 commit 嘛，一个 issue 啦，说错了issue PR 都可以然后呢，如果说加号可以干嘛？加号我真的没用过加号可以干嘛？123加号你加号是指数字的意思OK 好，我懂了反正就井字号啦，我没有在打加号的就井字号了反正你就直接可以挑那事实上你不一定要这样挑其实你可以直接抠连接比较简单我建一个 issue 给你看这个叫123贴上它都会有 ID 嘛你看，其实你不一定要用井字号3所以你其实可以把这个网址抠下来直接贴进来啊，直接贴进来然后直接送出，这样就可以了它也会自动帮你改成井号3对，两种做法都可以好，OK，好，那我想应该没有什么进一步的问题了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喽那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OK，拜拜。